大家好，欢迎回到宋社区。那过去1个多月啊，我是忙着处理家里的一些琐事啊，断更了一阵。但就在这1个月啊，我们天上的这個月亮可以一點也沒閒着啊。就在前幾天啊，2026年的4月10號，人類歷史上最昂貴的環月一日遊圓滿結束了。阿爾忒彌斯2任務的4位宇航員啊，不僅刷新了我們人類離家最遠的這個距離記錄，而且呢，還帶回了8K 級別的月背黑障區的實況啊！看着他們在這個鏡頭前懸浮啊、揮手，大家可能覺得，哎，人類重返月球這事兒穩了啊！甚至大家已經開始在幻想未來在月球基地什麼旅遊了、拍 vlog 了，是吧？啊，馬斯克吹過的牛嘛。我們要成為行星級生物，那月亮上更不在話下。但是，還是想給大家潑一潑冷水啊！就在這個飛船繞月的同時啊 ，NASA 的新局長啊，之前我們也介紹過，就是那個把 SpaceX 的這個基因帶到美國體制內的這個伊薩克曼啊，他悄悄的，應該說完成了史上最激進的戰略掉頭啊，他幾乎砍掉了耗資巨大的Gateway 空間站啊，這 Gateway 大家很熟悉啊，玩龍蝦的朋友是吧？轉手呢就把200億美金直接砸向月球的南極啊，很多人可能沒有注意到這件事的分量啊。Gateway 啊原本是阿爾忒彌斯號這個計劃的核心樞紐啊，我們相當於月球版的國際空間站啊，現在月球軌道上建一座中轉站，哎，宇航員呢從那兒出發，再降落在月面。所以這個方案是比較穩妥體面的，但這個艾薩克曼啊，現在就太慢、太保守、太貴，所以呢，邏輯很簡單啊，別在天上繞了啊，直接往地上砸。因為他這個搞企業的嘛，比誰都清楚，你繞一圈看這個風景啊，很容易的，但是你要在那兒扎下根，這200億美金啊，可能我們說連去月球上露營的這個入門費都不夠啊。那個說起露營啊，這個可能看過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啊，過去我也發過幾期，就是評論這個各個露營頻道的視頻啊。我們在地球上露營是吧？200塊錢，哎，能不能露營呢？可以啊，上啊海鮮市場買一個便宜的這個帳篷，幾十塊錢，再買個野餐墊往那一鋪，也能到草坪打個卡。那2000塊錢，哎，你就能不錯出片了啊！你可以買個新帳篷，弄個小桌子是吧？弄個小爐子，哎，拍得好的話呢，出片效果還不錯啊。但是啊，如果你要追求我說的那種韓式美容式的這個露營啊，我們叫美容式露營是吧？那你這個2萬估計都不夠美金啊。那說的可不是說什麼投影儀、咖啡機、什麼移動馬桶，這都不算。那一輛車得多少錢啊？你看那個露營的時候，先要拍一個車停的鏡頭是吧？讓那一個鏡頭得下來放攝像機啊，帶上去開過去，再換個位置，很麻煩的拍那樣視頻。所以你看，200能露營，2000也能出片，2萬也不嫌多。這是在地球上露營啊，在月球上的。200億美金能換來一個什麼樣的這個極致的月球露營體驗呢？在去年視頻裡邊吧，我們就專門討論過 SpaceX 的那個50米高的啊月球星艦，它停在月表的這個風險。月球的南極啊，它的地形遠不如我們想象的那種平坦的沙漠，而是到處都是隕石坑、碎石坡和永久的陰影區。萬一這個着陸器歪了是吧？一個腿兒陷進這個月壤裡邊，那怎麼辦呢？那就是你要露營的第一步，你要把物資安全的卸到地面上。那很多朋友可能在國內露營都知道，國內的營地啊，也不能說不規範啊，他車往往開不到邊上，你怎麼辦呢？哎，買個小車拉過去，對吧？我當時就動過腦筋，因為看了這個大疆的這個農用噴霧的那個無人機，我覺得這個東西行。後來果然啊，我這是疫情前後想的啊。現在你看，已經用了大東西來叼東西了，往山上，哎，用這個玩意兒啊，你要是山頂上露營，從山下往上搬行李，絕對是個好東西。就是說，物流啊，還是個工程問題啊。這個是可以通過，比如說在地球上通過這個無人機解決，在月球上有別的辦法。但是真正的噩夢是什麼呢？就是你走出月球艙門之後啊，面對的這個真實的那個世界。實際上在月球上啊，有3大的致命現實。第一個就是碎玻璃啊，
說碎玻璃其實不是玻璃啊，这個我們看科幻片裡邊月球基地，對吧？都是走廊一塵不染啊，高大上的宇航員呢，穿着這輕便的制服，顯得身材很苗條，是吧？在裡邊飄來飄去的。但是現實，你其實是住在一個碎玻璃堆裡邊，月塵啊，在這個英文叫 lunar regolith， 它聞起來呢，說有一股燒焦的火藥味兒。這不是我說的，是阿波羅的宇航員親口描述的。但這個呀，不只是味道的問題。大家知道月球上是沒有大氣層的，沒有風化，沒有水蝕，所以這些硅酸鹽的微粒啊，在真空中就被隕石撞擊碾碎了幾十億年，每一顆呀都是棱角分明，就像一個放大了看微小的锯片一樣。它们會死死地粘在你的宇航服上啊，你的密封圈上。一旦被带回艙內啊，你吸入到肺裡邊，那就是永久性的損傷啊。這種玻璃肺啊，如果吸多了啊，可比煤礦工人厲害多了，是沒有任何抗生素能救的。而且呢，月塵的問題，它不只是對人的威脅呀。斯坦福大學有一位叫 Katkowski 教授，他團隊發了一篇論文，今年啊剛剛，他專門研究呢月球太陽能板的機器人清洗方案。為什麼呢？因為月塵啊，它積累啊，會迅速的降低太陽能板的發電效率，縮短整個任務的壽命。大家想想，連太陽能板啊這種光滑的平面都扛不住這個月塵的侵蝕，所以斯坦福呢要專門造一個帶這種長臂吊桿的這個清潔機器人來對付它。所以你說人這個肺你能抗得住嗎？吸2口。第二個呢就是無盡的黑夜啊，其實無盡就是14天，就是這種死亡黑夜的這種能源的這種絕望。那很多人這個覺得吧，這個月球南極是吧？它不是永晝區嗎？那我們那個在山尖尖上是吧，放一個太陽能電池板，常年能曬到太陽的，那擺幾個太陽能電池板不就有電了嗎？那我們之前視頻啊，我記得是去年啊，講過一個為什麼太陽能無法支撐我們人類定居。去年大概10月、11月份，我們專門分析過這個問題。所謂的永晝區啊，聽起來是很美好的，實際上面積極小，而且光照的角度是很低的。那麼太陽呢，幾乎是貼着地平線照過來的。一旦你的基地稍微偏離那個點，你就必須偏離。為什麼呢？因為你要在平整的空地上，建基地的話呢，你會很有可能會掉進月球的那個漫長的黑夜裡邊。所以啊，月球上的一個夜晚啊，長達14個地球日啊，14天啊沒有陽光，溫度呢會驟降到零下180°C啊，都能超導了是吧？所以靠鋰電池你要撐過這14天，按照目前的電池的能量密度，你可能要從地球上運進去一個像山一樣的這個鋰電池堆。那當然了。我們還看到另外一篇論文，就 BYU 的團隊啊，今年展示了一個模塊化的充气式的機器人的航架，它能形成太陽能板的支架，傾斜60度、360度的追蹤太陽光啊，就在月亮上，這已經是工程上能做到的極限的追光方案了。但是啊，依然在那14天黑夜裡邊，那是沒辦法的。所以这個 NASA 新局長艾薩克曼呢，他現在就是瘋了一樣的要推進一個月表的核能源計劃。所以你沒有核反應堆啊，沒有裂變反應堆啊，月球露營那是一場慢性自殺。我們露營的時候帶什麼呢？要帶電池啊，帶很大的電小二是吧？非常沉的其實，還要帶各種各樣的氣罐，還有木炭，這些都是我們燃料。你月球上帶什麼呢？哎呀，帶核反應堆，是吧？我們在地球上看的是月落，那麼在月球上看的是地落，是吧？我們要在月球上啊，這個看這種沒有大氣層嘛，所以空氣特別乾淨，能看到讓我們窒息的這種漂亮的星空。露營的時候躺在帳篷裡邊是吧？在月球上是不可能的，因為月球你為了防止宇宙輻射啊和這個微隕石，你得把自己埋在2米多深的這個月壤下面。說埋不是真的往你身上堆土啊。因為月球上沒有磁場，沒有大氣層，這個宇宙射線
這個太陽能的高能粒子，它會像 X 光一样日夜不停地穿透你的身体，这個劑量可就太厲害了。你短期暴露可能還能承受，但是如果你天天啊在那定居了，你不把自己埋起來，你就等於是慢性致癌啊。我們這個也說過啊，之前我們聊過利用極光來融化月壤啊，月球土壤來制作這個結構件，就是月亮燒磚是吧？这個是個大腦洞，那也是一篇 arXiv 論文，用高功率的激光把月壤呢燒成磚塊、地板建材，然後就地取材，我們蓋房子是吧？聽起來還是很酷的啊。但是呢，实際在現實中啊，如果你要真要建這個月球別墅，你還是要把它埋在地下的裡邊啊，就是一個密封的膠囊裡邊，沒有窗戶，沒有陽台，頭頂的是2米厚的岩石層，才能保證你的基本安全。那你进到這個地穴裡邊是吧？你還是要承受月球1/6的微弱重力啊，就是我們地球引力的1/6。那這樣的話呢，你的骨頭啊會以每月，哎呀，很驚人，大概1%的速度啊，会流失你的这個鈣質啊。那麼心臟功能也會逐漸退化。大家知道，引力小的時候，這個心臟的形狀會變化的，它就會變成圓形了，然後肌肉也會逐漸的萎縮。所以你住的這個其實在地下不是城堡，是一個隨時可能因為密封失效而奪命的這種膠囊棺材。所以說到這兒呢，大家覺得月球基地是不是挺難的，又沒戲了，就是純粹燒錢是吧？但是啊，還是有一個問題我們要面對的，這麼難啊，那為什麼中美俄還在瘋狂的這個搶這個月球南極呢？印度都發了一個着陸器是吧？還成功了，咱們拍張照片。為什麼這個艾薩克曼要把200億砸到月亮上呢？因為大家都意識到一件事啊，月球基地的第一批的永久居民，很有可能不會是我們這種有血有肉的碳基人類啊。你看上面我們說的每一個致命的問題啊，月塵它會撕裂我們的肺部，黑夜會凍死一切，輻射呢會殺死細胞，所以對人類來說是絕境。但對機器人來說呀，這基本上不叫事兒啊，它不呼吸嘛，機器人不呼吸，它不怕月塵，你把關節蒙嚴實點就行了嘛。第二個，機器人它可以關機休眠14天，它不需要暖氣，保持一個基礎的溫度就行了。另外呢，機器人它也沒有 DNA 嘛，它不怕輻射，不怕這個癌变。還有呢，在月球上它也沒有空氣啊，那麼無人機也是。無人機是沒法飛了，月球上沒法飛無人機了，是吧？月球上我們好像說過怎麼飛無人機的這個話題啊，沒有空氣就意味着這個螺旋桨你是沒法用的，你就得用微型推進器來實現飛行。所以這種環境誰最合適呢？就是那些不知道疲倦、不怕碎玻璃、不需要氧氣的這個機器人鋼鐵軍團啊，不光地面機器人，還有這種靠這種飛行的機器人。所以這就不是科幻的這個小說了啊，因為在過去幾個月裡邊雖然隨着這個阿爾忒彌斯號升空有大量的技術工作前幾年就已經在動手了，就全球頂級的實驗室已經在密集的測試各種月球這種建設的機器人的方案靠人是不行的日本東京有日本東北大學不是東京大学，是東北大学有一位吉田和也教授的团队，他们已经让2条机械臂完全自主的組裝太陽能電池板就是模擬月球環境就是用這個 YOLO 視覺識別定位面板來阻抗，就是說這個用阻抗控制來實現這種精準對接。另外他們用40次實驗驗證了從識別抓取到拼接的全流程。這個不是仿真是在真實的硬件上跑通的很多可能上 X 平台朋友都看到過這個他們的推特賬號很活躍的，經常發這種視頻像一個蟲子一樣來回。另外就是斯坦福大學前面我們提過這個 Katkowski 這個團隊他們不僅做清潔機器人，還做了一個能伸展到1.8米的這種可展開的長臂機器人，專門在月球上布線這個裝電纜，這個精度誤差呢小於15毫米。我再想象一下一個小小的這個4輪底盤它就它展開一條碳纖維的复合材料的長臂，然後呢像蛇一樣伸進的這個建築縫隙裡邊穿線，
這就是我們說接電線啊这种髒活累活用机器人来干的这个最好的方案。还有我们前面说的这个吉田教授团队，他们有一个叫 Limbo 啊，一台10公斤级的这个4足攀爬机器人，它的脚上呢是装着这种脊柱式的抓钩啊，有525克的这个爪子呀，能抓出150牛顿的力啊，那么在地球重力下就能垂直爬壁、飞檐走壁，像壁虎一样。那到了月球1/6重力的环境下呢，这个东西就是蜘蛛侠了。所以在月球南极那种陡峭的陨石坑内，它要攀爬的话呢，人类是没法涉足这些地质宝藏领域的，就让他们这些机器人去探路。还有一个是我看到的是宾大和 NASA 合作的一个团队，他们让这种双足机器人啊，就腿式机器人当侦察兵，用脚呢去踩地面来感知月壤的这个承受能力、承载力，然后画出一张地形强度地图，再告訴後面的這個輪式探測車哪條路安全，哪條路會陷進去。因為這個大家想想前面我們講過，那火箭降落的時候那個地形就很關鍵，對吧？那麼他們呢已經在 NASA 的這個M4研究中心啊，它的月球模擬場裡邊和這個白沙沙丘啊做了實地的驗證。我們剛才講的這些所有實驗啊，都在高度模擬月球的場景，甚至比月球還惡劣的場景下在做實驗。所以我們人類已經意識到自己搞不定這些什麼接電線啦、鏟月塵啊、月球上的灰以及這個搬磚頭是吧？這個爬懸崖這些髒活累活的時候，工業化啊這個前沿已經給出我們答案了。所以大家都在盯着這個載人火箭看熱鬧的時候呢，我們還是建議大家真正的愛好者把目光回到地面上，我們怎麼來實現？看看在洛杉磯這個模擬場上爬行的這個鋼鐵齒貨，看看在東京實驗室裡邊反覆練習擰螺絲、拼面扁的這個機械臂。所以下一期我們就來聊聊這個系統的真正主角——月球基地怎麼建啊？就是我比較關心的一家從總部從東京搬到洛杉磯的它揚言要承包月球所有基建的這個機器人公司，叫 GITA。他的創始人是一個這種執念很深的日本工程師。他為什麼覺得這個在月球上蓋房子比在地球上蓋房子更有前途呢？所以他瘋了一樣的發展他的機器人。那他的機器人到底要幹什麼呢？他不能幹什麼，是吧？我們回頭就是看看他們怎麼在我們人類沒法生存的這個月表上給我們搭建一個200億美金的這個美容露營地，是吧？讓我們下期再看看他怎麼搞，好吧？我們下次再見，拜拜。